这个星期，想用 AI 来写程式的人多了2个新选择，而且都来自中国都开源。6月12号，月之安面把 Kimi K2.7 Code 放上了 Hugging Face。隔天，智谱发布了 GLM 7522，2个都专门为写程式和自动完成任务设计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先快速认识它们。Kimi K2.7 Code 是月之安面最新的开源编码模型，主打一件事，跨很多步骤，把一整个软体工程任务做完。GLM 不群人是智谱的新旗舰，最大特色是一次能读100万个 token 的超长记忆。下周会用 MIT 授权开源。2个的共同点是，都不是用来闲聊的，是用来干货的。Kimi 有一个吓人的数字，依照个参数，参数越多，通常代表越聪明，但也越贵、越慢。它怎么解决？答案叫混合专家，英文摩欧乌。想象一间有384为专科医生的大医院，你挂好看诊，不会384位全部触动，而是柜台以你的症状，直拍最相关的8位来看你。模型也一样，总共依照参数放在哪，但没处理一个字，只叫醒其中321个。所以它同时做到2件矛盾的事，很大很聪明，但又跑得动，够编译。第2个重点是记忆力，技术上叫 context， 就是模型一次能读多少内容。GLM 952一次能读100万个 token， 大约是一本厚书的量。这对写程式为什么重要？因为以前的 AI 像只能看着一张纸帮你盖一行，现在它能把你整个专案的程式码一次都进去，才真的看得懂前因后果，跨档案盖对东西。GLM 一次最多还能输出是3万个 token， 足够一口气写出一个完整的大概懂。这就带到第3个重点 Agentic， 中文常说代理式。旧的用法是以文一大，你问一句，它答一句。代理式不一样，你给一个目标，它自己规划步骤，动手改程式，执行测试，看到错误再修，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，知道把整件事做完。Kimi K2.7 Code 特别强调尝试序，意思是它能撑过很多步骤不迷路，适合像把整个专案中构一遍这种大工程。第4个重点很实际，升迁。模型在动手前会先在心里自言自语，8步走向一边，这些字叫 thinking token， 虽然你看不到，但一样要算钱。Kimi K2.7 Code 比上一代少用了大约30%的这种碎念，却在编码测试上分数更高。对要跑几百个步骤的代理人物来说，每一步都升30%，整体成本和速度差很多。它的 API 价格也很有竞争力，输入每100万 token 不到$1。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，新模型发布通常恢复上一对 benchmark， 也就是各种标准测验的分数，证明自己有多强。但 GLM 2发布时，这些分数一个都没给，没有 SWE bench， 没有 live code bench。这不代表它不好，它的前一代 GLM在 SWE bench 上有 77.8 分的实力，只是这次官方选择让大家自己去测，第三方的独立评测还要再等等。把这2个模型放进这个月的大剧，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。上周 Anthropic 最强的 Fable 5是闭源的，只能透过它的服务用，结果被美国政府一纸命令暂停了存取。而这周的 GLM 2和 Kimi K2.7 Code 走的是相反的路，开源权中，意思是模型的大脑直接公开下载，你可以放在自己的电脑或伺服器上跑，不依赖任何一家公司的服务，也就不会被水单方面关掉。一边是最强但被锁住，一边是开放但要自己掌握算力，这就是现在 AI 的2条路线。对一般开发者来说，这周的意义很具体。第一，
多了2个专门写程式而且很便宜的选择。第二，因为开源，你可以把它装进自己熟悉的编码工具里 GLM。752一发布就支援把中主流的编码代理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不再只能牙住一家公司，工具越多越开放，选择权就越在你手上。所以这一周没有水赢了水，比较像是2种思路同时往前走。有人追求最强的单一模型，有人把能力开放出来，让大家自己组装。对我们用的人来说，这其实是好消息，能选的越来越多了。今天就聊到这，我们下次见。